春节对两岸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是阖家团圆、喜迎新春的日子。虽然今年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但大陆方面为了满足台胞返乡需求，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为有意愿返台的台胞台商返乡过年提供积极协助。比如在疫苗方面，对台湾同胞迎接进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1月2日，已有18万名在大陆台胞接种疫苗，累计接种约37万剂次。另外，为了保证安全出行，大陆也对涉港澳台航线航班采取了新的机上消杀防疫措施，保证了台胞可以安心返乡过年。其实目前台胞想要回家过年，航空是主要的选择，但因疫情等因素，台当局宣布两岸航空直航、海运交通及小三通全面暂停。与此同时，两岸航班也被大幅缩减，目前直飞航班仅剩北京、上海、厦门与成都飞岛内的航班，也基本一票难求。在此情况下，外界对于建设一条不受环境影响、畅通无阻、安全可靠的横跨台湾海峡陆路通道的期待也不断高涨。值得期待的是，2021年11月24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中证实，大陆方面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已实现公路铁路全部贯通。福建省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与金门、马祖通桥的初步技术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已规划福州至台北支线建设，由此也进一步引发大陆民众坐上动车去台湾，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热切畅想。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的新四通政策主张。台海通道研究建设正是两岸早日实现应通尽通的应有之义。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相关工作非常熟悉。早在1998年11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就曾参加清华大学与台湾大学在厦门联合举办的第1届台湾海峡隧道论证学术研讨会。作为大陆首次以学术报告形式拉开台海通道研究大幕的牵头人，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21世纪发展研究院台湾海峡通道论证中心前主任、现年已经81岁的吴之明教授，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跟我们娓娓道来了当时与会的情况。怎么让我一直坚持20多年，退休了还在做啊？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习总书记他的高瞻远瞩的一些战略布局，让我认识到这项工作不光是一个工程技术工作，而是对我们的国家有重要的意义。当时习总书记在福建省是省委副书记，当时我们搞一个学术研讨会，他看到这个研讨会有重要的意义，他特意从福州赶到厦门来参加这样一次研讨会，还和代表们一起这个见面合影啊。在开幕式上还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一切给我们做这项工作的人树立了信心，就是要坚持下去，一直要做到它实现。上世纪80、90年代一直在福建省工作，与当时同在福建省任职的习近平有很多接触的福建省第8届政协主席刘德新后来也回忆说，习近平同志认为，台海通道对两岸未来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开始进行，使它成为团结台湾同胞、两岸携手振兴中华的一个平台。刘德新在《学习时报》上的专访还透露，首届台湾海峡隧道论证学术研讨会，习近平同志在现场鼓励代表们说，这项计划虽然是一个漫长长河的起点，但它必会引起两岸有识之士和广大华侨关注。相信两岸同胞携手振兴中华，共创华夏文明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其实，从1985年到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17年间，
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很多对台工作都是由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确实，对于台海通道的规划与建设，国家早有规划与布局。在2004年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在北京7条放射线高速公路中，就有一条规划跨海接到台北。2008到2011年铁路规划案也多次把福州到台湾的铁路列为规划研究路段。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2021至2035年中国交通建设愿景，其中就包括一条从福州到台北的高铁。这条高铁建成后，可以从福州直接到台湾，按照现在的高铁时速，不到1小时就能抵达台北。我认为它这个部署和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规划实现2个100年的目标相连接。我们这个进程的有“14五”规划还有呢2035还有呢最后呢就2049这个100年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这个是我们这个整体规划、战略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的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国必然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我们在规划大陆经济发展，包括交通这个建设规划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考虑台港澳这个整体的这个连接。目前在京台通道建设中，北京至福州段铁路已经建成通车。基于此，福州下辖的平潭线就被视为这条铁路通台路线上的最后一个中转站，是大陆距离台湾本港最近的地方，与台湾西只相距仅68海里。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长16.34公里，大桥上层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而大桥桥之所在处是世界上著名的3大风暴海域之一，风大浪高，流急很硬，波浪力是长江等内河的10倍以上，全年7级以上大风超过100天，有效作业时间不超过120天。恶劣的环境曾让这里一度被称为建桥禁区。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通过一系列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成功解决了在恶劣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桥梁建设的系列难题，更为解决从平潭到新竹的桥梁建设积累了相关技术。实际上，台湾海峡的这个跨越呢，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大概是解决了10%到15%左右。它把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往前推了大概17公里，而且这个海况也与我们台湾海峡的海况呢是非常类似，所以我觉得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建成呢，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平潭火车站这个为了以后连接台北，其中预留了1个站台、2个古道，然后站房的居高距离人数能够达到1500人。台海通道项目也引发了各方的普遍关注。去年3月份，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接受媒体采访，谈及修高铁到台北的热点话题时表示，从技术层面上讲，中国完全有建设直通台北的道路能力，就像他在广东省看到的港珠澳大桥那样。不仅如此，杰尼索夫还直言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台湾省，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台湾省的话，他更愿意坐着高铁去。除了平潭，下桥跨海大桥也即将进入工程阶段。几十年来，金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在充当台湾和大陆的和平大使。金门想要发展经济，依托的是福建厦门，而不是台湾。在2013年，习总呢又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战略的布局，高层呢也在探索如何怎么样让台湾来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的一个大格局里面。所以这个金厦互联互通，目前是最现实需求，也是最可能性的。我们直接通到台湾本岛，目前还不能做到，因为
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技术的难点，还有两岸的关系。目前民进党在那儿搞的台独，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把台湾海峡通道建过去。但是金门有强烈的要求啊，这个马祖也可以很快的，我们可以通过去。所以戎马通桥、下金通桥的工程技术方案都在加紧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工程设计。我想一步一步都会不断的在做，然后台海通道也会一步一步往前推进。我就听到台湾方面的连江县的县长刘增印，他当面给我讲，他说你们不要等了，你们直接先把桥修到这海峡那个马祖马尾之间中间的地方，那下一次我们时机一成熟，不是这样更快吗？他是很认真的给我讲这个话。那么两岸的发展越来越一体化了，它是有这个需求的，民间有这个需求，市场有这个需求。那么国家对台湾问题的治理已经不是未来的事情，是现实的问题。现在中央政府对台湾就是进行各方面的治理，台湾方面虽然在抗拒，但是呢，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有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他们也愿意做的，那更要抓紧做。以前我在金门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呢，要把战争的金门、厦门做成金厦两门同安，要做一个跨海大桥。那这个桥当时也是请那个中国大陆的中央来设计，因为其他地方没有人可以设计这种层次的河海工程。因为它的确是有水流、有水下，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所以大家只要看洋山港那个大桥，你就知道说它的河海工程，还有浙江的钱塘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全世界的河海工程，现在恐怕中国大陆的技术是最为先进的，所以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是一点都不怀疑它有实际的可行性。根据专家多年研究与对台湾海峡的考察，台海通道已经从最初的以修建隧道为主，演变成桥隧及局部陆地相结合的工程方案。而且近些年来，中国建设了一批大型跨海大桥，如杭州湾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以及备受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等。这些超级工程涵盖了中国桥梁建设的最新技术，有些甚至超越了世界桥梁建设水平，并创造了世界工程的奇迹。在港珠澳大桥建设完成后，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负责人孟凡超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造桥技术水准以及工程材料水平，对建造台湾海峡跨海大桥，我们是有信心的。特别是在建造了港珠澳大桥后，完成50到60米水深的施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港珠澳大桥不完全是桥梁所组成，它是一部分桥梁，然后呢一部分是隧道，大概有6.8公里的那个隧道，然后呢还有2个人工岛，所以呢完整的说起来，港珠澳大桥是一个桥岛隧工程。那么未来如果说台湾海峡需要修建桥岛隧工程，那么港珠澳大桥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而且港珠澳大桥呢已经把杭州湾大桥36公里提高到了55公里。去年11月22号至23号，海峡两岸工程建设与管理论坛在平潭成功举行。葛耀军教授也以台湾海峡通道与特大跨悬索桥挑战为题做主旨报告，对台湾海峡通道建设的自然环境、技术条件和建成效益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建设台湾海峡通道的桥隧结合的可行性方案及其主要技术难点。葛耀军教授表示，为确保台海通道的跨海大桥下方能够通行大型船只，需要把悬索桥的跨径做到很大。目前吨位最大的船舶要求的航道宽度为1700米左右，如果是双向行船，需要3400米。国家973项目在2017年结题时提出，能否把桥梁的跨径做到5000米，而现在自己和团队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我做的这个报告呢，绝大多数的内容呢，应该说还是基于了我在2017年完成的一个973的项目。那么其中呢，就做到了5000米跨度的悬索桥。当初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台湾海峡。我们看了一下，在台湾海峡中间有一块，它叫台湾海峡盆地，水深就比较大，可能超过了70米。那么也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在5000米范围里面没有办法设桥墩，或者现有的技术没办法做，所以我们就提出了呢，做一个5000米跨度。那这样的话，即使是碰到了台湾海峡盆地跨不过去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个桥梁的。
来应对。去年11月24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也表示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他表示，两岸之间早日建成更加便捷通畅的交通网络，将为两岸同胞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资源和服务，造福两岸同胞。那么，黄先生，您如何看待大陆开始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呢？就说明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台政策都是以防止台湾独立、法理独立，就防独为主。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工作重心已经转到了促统为主了。那么促统为主就要有实际的行动。我们知道以前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三通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成就。那么光三通还不够的，我们现在有第四通，就真正的通起来，使台湾成为祖国大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呢，也是就最后说势在必行。确实2035去台湾这首网络歌曲的名称表达了大陆网友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是大陆官方在确立一个时间节点，也不应该对这样一支网络歌曲强行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无论如何，随着统一进程的加速，未来两岸民众在春节等节假日坐着便利的快捷的交通工具你来我往，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我们也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1996年，清华大学教授吴之明对刚刚开通的英吉利海峡隧道进行了考察。随后，他在《科技导报》发表了英吉利海峡隧道工程的经验教训和台湾海峡隧道的构想，首次正式提出了开挖台湾海峡隧道连通两岸的构想。清华大学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台湾海峡隧道论证中心，并设立了论证课题。研究中的台湾海峡隧道全长约125公里至15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建设难度最大的海峡通道。之后这些年，业内专家多次进行可行性探讨、预测和论证后，提出了北线、中线、南线3条线路。北线方案是从福建长乐经平潭岛跨台湾海峡到达台湾新竹，线路两端分别靠近福州和台北。中线方案包括从福建莆田经南日岛跨台湾海峡到达台湾苗栗。南线方案从厦门经金门、澎湖列岛直至台湾嘉义。其实我们20多年来，每次开这个研讨会，总共提出过有6条这个线路的方案。当时最早提出来是北线和南线。北线呢，这个线路从地址上来讲，它是比较好一些。还有一点呢，它是靠近大陆的福州，靠近台湾的台北、闽台2个省的政治中心，所以这个呢被大部分的学者认可，但是呢并不是最后确定的因为最后的工程确定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需要有钻探，需要有可行性研究，国家批准。但是呢，这条线路已经被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列入了这个国家高速公路，叫 G3 这条高速公路，从北京到台北，这样高速公路是通过北线走的。另外呢，南线这条线路的好处呢，是它经过了好几个岛屿，并且通过这个线路能够把这些岛屿充分利用起来，并且开发起来。另外呢，厦门又是福建省的一个经济特区，是很繁华的地方。特别有这个台湾的学者提出来，说如果南线开发起来，它嘉义到台南这一带，能够带动台湾的南部的经济的发展。另外，铁道部还有一些专家还提出来，如果南线、北线都能够开发出来的话，将来和我们这个福建到厦门的这个高铁，还有台湾的这个捷运连接起来，就成为一个环线，这样会大大的推动了闽台两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取得更加有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设想中间。那现在这国务院颁布的这个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到，要这个从福州要
可能要规划到台北的支线，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3种选择方案现在确定成北线？我们从这个规划纲要来看，可能可以做这种解读，但是呢，具体最后是不是这样，其实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还得有耐心。只要目前没有建成以前，我们不断的在研究更好的方案来建设台海通道，不断的创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探索高速悬浮这种，就是没有轨道的这个摩擦力的，能够浮起来，并且可以做成一个真空管道。这个隧道里面把它空气做成很稀薄的接近真空的这个，那么空气阻力也很小，摩擦力也很小，它的时速可以达到1000公里，甚至于更高。那么从大陆到台湾，台湾到大陆，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啊！就你们就像坐电梯一样，将来我们可以运行的模式，可能就像电梯一样。那边台湾的人到齐了，这个隧道的马上就过去，人就过来了，10几分钟，那么整个的城市群就一日往返吴教授还表示，我们不只是为了建通道，而是要建一个巨大的经济区，建设亚洲东方一个新的经济支撑点。因为目前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通联系主要靠水运与空运，但水运速度较慢，空运运量有限，费用较高，且水运与空运在台风季节有时不得不停航。若能开通陆路运输通道，就将极大的方便两岸往来，降低物流人员往来成本，增强海峡两岸国际竞争力。就在现在我们的研究阶段，实际上已经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当我们建设阶段，我们经过估算，大概台海通道的建设，按目前的来看，起码得3000多亿人民币。这样的投资会带动两岸多少就业，带动两岸多少的相关的产业，材料产业、工程机械产业、信息产业等等这个对我们两岸建设这个民众会带来很大的好处。21世纪是亚太经济世纪，那亚太经济的这个整个引擎是在中国大陆，整个火车头是中国大陆。那台湾跟大陆的话，就是有一个地缘之变，有个血缘之亲，跟着大陆发展，这个是一个好。所以台湾也有很多讲2035到台北，那台湾就2035台北搭到哪都可以对吧？因为大陆的高铁真的是四通八达嘛。当将来台海通道建成以后，这个将来的两岸闽台和周边的地区这样一个台湾海峡大辖区的发展，能不能和粤港澳大湾区一样，甚至于发展得更好更快？它将来会不会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几个经济区，加上我们将来台海的大辖区，成为我们国家发动经济的一个新的一个推动力，这样对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就带来很大的好处。其实从台海通道提出开始，两岸专家学者及工程界人士就多次围坐在一起，就通道设计、建设、管理等各个领域展开交流。因为无论是测量水深、探测基层岩石深度，还是收集海峡地质地形资料等等，都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实际上，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吴教授还清晰记得第1届台湾海峡隧道论证学术研讨会时，岛内9位相关人士前来与会的情形。吴教授特别对我们表示，鉴于现在岛内民进党当局对于爱国人士的打压，不方便公开台湾方面专家学者的名字与照片，但他们的故事和积极贡献值得被我们铭记。
而他本人关于台海通道的回忆录，并非永远的梦，也迟迟没有出版，为的就是保护多年来同行的岛内追梦人。第一届的研讨会，实际上是我们两岸共同召开的。第一届的主办单位，北京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台湾大学是这两个主办单位。在第6届研讨会期，还确立了两岸轮流举办的机制。第7届首先在台湾举办，在台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亲临会场致辞。第9届也在台湾召开，大陆赴台的人员有60位，台湾参加会议的达到250人。我记得这是最盛大的一次会议，在那里有许多台湾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场面非常热烈。很多台湾的这个专家学者把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在我们研讨会上发表，所以无论如何说，这个研讨。这个台湾海峡通道的研究是我们两岸共同推动、共同完成的，将来我想，将来要建成，也是要我们共同来完成。吴教授还特地给我们带来一本岛内出版的《情缘系两岸共筑海峡梦》第1届海峡通道桥隧工程学术讨论会全记录的书。据他介绍，这是第1本关于台海通道的书。翻开这本书，在序言中写着这样2句话。应极力思考如何加强两岸民生经济，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亚太区域和平，共创华人社会的千秋大业。坚信在可见的未来，构建台湾海峡通道绝对不是梦，终会有水到渠成的一天。两岸的这个关于台海通道的建设交流会呢，有各个层面都已经开过10几届，所以呢，每次这个会议都会有两岸的专家呢都一起来进行研讨。那么当然，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在各个时期呢，可能都会有各个时期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凡是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两岸学者是非常有共识的，那就是中华民族总有一天是会把这座桥或者说这个隧道呢把它建起来，也就是我们要排除一切的干扰，首先要解决台海通道的技术的问题。所以正是本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才能够走到一起，开了20多年的会。祖国统一行兼全球中华儿女，海外学者也对台海通道寄予厚望。在采访中，吴教授特别提到了美籍华裔学者方晓阳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送来种子钱的故事。我们做这个工作是，有一个单位、有个组织来支持的，但是海外、台湾很多人，他们热衷于台海通道这个事业，他们的自费来的都是，他们没有经费。我跟说一下，海外华人叫方晓阳，他是个美籍华人的科学家，他来到我们这儿开会，他主持我们的学术研讨，他自己带了叫 seed money， 就是美元的 coin 这个硬币，他把它叫做种子钱，送给我们的参加会议的人，就说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钱越借越多，将来把这个台湾海峡隧道给建起来。方晓阳教授祖籍浙江奉化，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是世界著名土建科学家。他1948年曾在台湾大学执教，亲眼目睹台湾学生在抗议蒋介石政府的和平游行活动中，有一条示威标语上提出，希望台湾和大陆之间能够修建一条隧道，把彼此连接起来。后来因为时局变化，方教授被迫远走美国，但这个台海通道的种子却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他感觉到，随着大陆实力和两岸经济的迅速发展，真正实现台海通道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1998年，他作为学术委员主任，参与推动了在厦门举行的首届台湾海峡隧道论证学术研讨会，
与吴之明等两岸学者正式将台海通道工程论证提上日程。而在新加坡和美国，方晓阳教授也推动了当地关于两岸台海通道研讨会的召开。在采访中，吴教授还和我们回忆起很多人，他感慨地表示，在这个研究中，有学术上的前辈，有携手奋斗的同事，有各种朋友、志愿者，还有年轻的学生，甚至包括他们考察过程中当地的渔民，都积极为规划建设台海通道献言献策，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支持。他们都是同行的追梦人。就这位，这是他特意跑到清华来，跟我一起商讨。然后以后他又写信给我，他曾经提出过跨海交通工程研究建议，并且担任了琼州海峡跨海工程筹备组的总工程师。他和我们有多次交往，探讨台海通道工程怎么样做。他来信上说到这样一句话，我也是一直把它记在心里。他说，作为有志气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努力推进这个工作是匹夫之责。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争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奇其功而已。应该说，我们跟台湾对岸这边学者的交流，从我角度来讲，至少已经经历了2代人了。因为从9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我导师已经86岁了，他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出门，所以我觉得我们本身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很长，并且呢已经从上一代传到了我们第2代。我如果说再要把这个接力棒传下去的话，我也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接力棒呢传得太久，希望我的学生他们这一代能够实现台湾海峡陆路通道的这个建成。我们现在连线澳门理工学院名誉教授、台籍学者邵宗海，看看岛内人士是如何看待大陆推动台海通道建设相关工作的。那对台湾来讲，可能更加觉得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距离更加的缩短啊。那么距离的缩短会不会造成彼此之间人心的这种向往的缩短？当然也是肯定。等到两岸的人民都觉得说这是他们最后选择的时候，就算是没有任何的桥梁，没有任何的通道，也可能会促成两岸的一个统一。桥梁只是一个物体，重要的是两岸民众心灵距离不断靠近。客观来讲鉴于两岸的政治现实，台海通道的建设当然不可能马上实施。出于对台湾的尊重，大陆方面也只是说规划和推动。那么现在有什么具体的破局的办法吗？是否可以把相关工作延伸到岛内呢？王先生，如果现在岛内的各种势力都认识到大陆在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而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包含到大陆的发展规划之中去了，并且有事实了，那当然这个工作就已经延伸到岛内了。我认为想到这一步和不想到这步并不矛盾，就是把现在做的事情和以后做的事情作为一种统一，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战略应该有的。如果你祖国大陆这边都没做好，你等到那一天你就来不及了。大陆一系列超级工程为台海通道夯实技术基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台独障碍又该如何扫除？面对台海通道超级工程，我们该如何保持信心与耐心？决胜制高点，汇仁药业，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大家好，我是程倩。以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近几年来，随着岛内民进党当局在谋独绝路上越走越远，两岸关系高度紧绷，台海通道的研究也受到了两岸政治氛围的影响。事实上，除了技术性问题，对于推进台海通道可能面对的政治问题，大陆方面也早有准备。在去年国台办宣布推进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之后，民进党当局就马上跳出来抹黑，称这是大陆的统战手段。那么，两岸专家孜孜不倦研究了20余年的寻梦路，真的会止步岛内独派的阻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客观来说，
台海通道计划自提出之日起，一直受到台独势力强烈抵制。台湾方面当时有很多报道称，大陆想要修建台海通道，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甚至有台湾政客说，大陆修建台海隧道的目的是为了把坦克开过来。有些人认为说时机成熟，它可能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时机成熟，然后从民心的角度，民意的要求，大家都有很迫切的这个要求。但是不管是挖隧道，还是要建桥，它一定会涉及到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的沟通对话合作。在2019年举行的台湾海峡通道及金马通桥专题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孙军就说出了自己面临的困难。孙军院士称，自己对海峡通道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前后写了8篇文章，但现在写不下去了，因为拿不到更深入详细的地质、海床、水文等资料。而类似的问题，吴志明与葛耀军2位教授也经常碰见。吴教授透露，目前我们很难去台湾海峡东侧进行地质勘探，很多资料老旧，甚至还在用解放前的资料，因为最新的勘探工作没法进行。但他相信，这样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们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商讨，我们的研讨会，福建开1次，台湾开1次，结果开了2次在台湾，蔡英文上台以后就没有再在台湾开，受到了他们的阻挠。即使在这样，我们的研讨会仍然有很多学者从台湾跑到福建来，我们继续在进行交流。我记得有一个或者一个桥梁结合隧道的方案呢，把它做出来。我就不相信民进党他会长期执政，他是想一党独大，现在台湾永远这个称霸啊，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这个民进党啊，他现在是靠欺骗宣传靠误导民意，靠制造两岸对立他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到一定的时候大家会看得到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到台湾同胞就是这个长远的这个实际的利益作为我们制定这种规划的依据，而不要光看到眼前民进党当局他同意不同意，他会不会阻拦这个我觉得呢没有必要去理会它。这是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是可行的，将来对台湾同胞是有利的，那我们就大胆的去规划实际。确实，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两岸交流合作的大潮始终滚滚向前，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大势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这表明我们在为统一在做准备，我们要主动谋划，要顶层设计，而且我们愿意投入各种各样的资源，不管台湾那边怎么想的，我们先做。那做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
其实，对于台海通道，岛内民众也并非无感。2018年，马英九办公室前副秘书长罗志强曾发起关于台海通道的投票，没想到台湾网友反应呈现一边倒，高达90%网友认为绝对是好事。有网友回应表示，可能唯一的坏事就是民进党没搞头了，再也无法招摇撞骗了。我们也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其实看法是非常模糊的，而且是很多是错误的。一旦给他讲清楚，他们说那也可以修，那你修了有没有什么坏处？所以你看，你把道理讲清楚了，把这个情况他们了解更多了以后，他们还是能够判断什么对他们好，什么对他们不好，还是能够做出一个理性选择的。我是觉得一定要盖这个道路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体的一个象征。在我们大陆这边，应该说是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了，这个东风是什么？就是我们祖国的统一。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海通道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它这个政治操弄可以像翻篇一样快，但是经济的融合、经济的关系是持久的。文化的东西更是永恒的，而我们血脉的东西更是打不断的。台湾迟早是要回到祖国的怀抱里面，台湾海峡通道也是迟早是要实现的。所以我在回忆录把它的题目就叫“不是永远的梦”。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哪怕来不及见到，我们的年轻人还会一定把它实现。统一一直在路上，是进行时。不管是民进党当局的以美谋独、以夷谋独，还是以武谋独，都绝不可能得逞。决胜，欢迎回来，我是克奇。我们现在总是在强调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在这样的时与势上睡大觉，而是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造势布局。今年的两岸关系仍旧不容乐观，我们一定会对台独势力施以更加有力的震慑和打击，我们也必然会迎来更多的真心拥护9·2共识、期待两岸统一的台湾同胞来大陆共同发展。说到底，统一一直在路上，是进行时。不管是民进党当局的以美谋独、以夷谋独，还是以武谋独，都绝不可能得逞。